大队长，我可以让一个人活下去。你们5个人一起策划了这场谋杀，无稽之谈。您现在把我们5个都扫了进来，那就不光是针对李上校或顾上尉了。您这是针对我们剿总，您这是针对汪主席和南京国民政府。我提醒您，您的指控一定得有理有据，不然的话，可不是三井哨所那么一颗子弹就能完事儿的了。我没有证据，但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杀的人，就好像我亲眼看见的一样。顾上尉邀请森田大佐跳舞之前，就已经把自己的餐刀藏在了身上。我从盥洗室出来，亲眼看见你拦住大佐跟他说话。欲加之罪。你继续说。舞曲开始的时候，你们精心策划的行动也开始了。白秘书成功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。接下来，吴大队就可以到盥洗室断电了。不过在执行计划的时候，出现了一点小意外。李上校，由于我的固执请教，差一点耽误了李上校偷刀。不过他巧妙地用要到我座位上谈话为理由，顺理成章经过了大佐的餐桌，拿到了大佐的餐刀。动手行动！你们5个人配合的简直是亲密无间，天衣无缝啊！天衣无缝，可在我看来，您编的故事漏洞百出。那烦请顾上尉指教啊！破解一部密码机，需要攻破3个关卡：结构、密钥，还有操作口令。同样的，破解一桩谋杀案，也需要攻破3个要件：时机、手段，还有最重要的动机。金教授，你机关算尽，总算在时机和手段上自圆其说了。可你没有办法解释我们5个合谋杀害大佐的动机是什么。别忘了，就在几个小时前，大佐还为我们几个申请嘉奖。剿总的机要处里没有疯子，获得嘉奖后，合谋的第一件事儿，恐怕不会是杀人吧？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森田大佐的计划，想逃跑。荒唐！大佐的计划是在少佐来了之后才公布的，我们怎么会提前知道？也许就是森田大佐亲口告诉你的。我真是好奇呀，像顾小姐这样优良的家世，什么样的生活不好求啊？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汪精卫的特务机关，以自己生命作为代价呢？因为我喜欢冒险。再者，如果我没有进入剿总的机要处，恐怕此刻也不会和大佐跳舞了。可遗憾的是，这支曲子完了，我就要退出大厅，三井少佐就会将齐克隆里放入整个大厅。郭小姐，这将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支曲子，恐怕就是那一刻，你决心冒险刺杀大佐，死里求生了。森田大佐绝不会想到，
他对你的些许垂怜，会害得他死不瞑目。金教授，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对你并无个人成见啊。从第一天合作破解恩尼格玛姬开始，你就几次三番在森田大佐面前诬陷我，想置我于死地。现在大佐不幸罹难，你为了抓住最后一次陷害我的机会，不惜株连我的几位无辜的同事。为什么，金教授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李宁玉跟你毫无过节，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李少校，你独立破解了2代恩尼格玛姬，成了几大系统内的首席密码专家，这你就该死，不需要什么过节，对吗？小人心度君子腹，三井少佐的那几个子弹还是热的。我能指证是你们几个杀害了大佐，就像李上校破解2代机一样，是经过严密推算出来的，并非嫉妒诬陷。严密推算，可你推算出来的这个故事根本不成立。不成立？吴大队，断电之前你去过盥洗室没？去过，但我没能进去，门是锁的，我以为里面有人。谁能证明你的话？不知道。我当时看见吴大队在楼梯旁站着，盥洗室的门还锁着。他问我，吴大队，里面有人啊，那么久没出来。这我也不是很清楚，要不您再等等。那个门就一直没开，直到后来士兵搜查才撞开的。連れて行って尋問しろ。連れて行け。はい。行け。你接着说。还不行け。金教授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倒是去过盥洗室，你自己刚才也承认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说，是您断的电呢？就当……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没事，我处理一下。啊，你去，快去。这还不是最荒谬的，三井少佐，如果像金圣贤刚才说的那样，是我们5个合谋杀人，有人指挥，有人偷刀，有人断电，有人杀人，那么我们事前必须要知道大佐的毒气计划，才有可能串谋合作。可如果像他说的那样，是顾小梦跳舞的时候才被大佐告知计划，那么杀人就是他个人的临时起意，怎么可能会有5个人的通力配合呢？少佐，这么拙劣的谎言不堪一击，恐怕不能写入大佐身亡的调查案卷吧？金圣贤多次诬陷我，我怀疑他杀人逃命，那一定还有别的目的。他是一个秘密。终于说出来了，这艘船上确实混进了间谍。他，或者是他，杀了姬妖远，偷发电报，还杀了森田大佐，为的就是把这个东西传出去。16日，渔船上破译德军高层情报，电命尼布进入1级战斗状态，德发起对苏进攻。
像这样子的盒子，在海面上还有许多，士兵们正在打捞。也许，森田大佐被杀的原因，根本不是谁想要逃命，而是唯有杀了森田大佐，才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，偷偷地将情报传递出去。这个大胆的间谍，就在你们当中。李上校，这封密电就是你昨天破译的，对吗？那好，我金某人失陪了，吴大队白秘书也可以走了。站住！你凭什么走啊？少佐，情报间谍都是单独行动，这是业内的常识。这封密电是昨天下午李上校在会议室破译的，当时顾上尉和众多专家都在场，恰恰我金某不在，吴大队不在，白秘书那时候还没有上船，而且我们三个在几分钟之前都不知道密电的内容，我们怎么可能是窃密的间谍？少佐，还是让我们退出吧，这样你可以尽量的缩小调查范围。你确实不在破译现场，可谁又能保证没有人把密电的内容泄露给你？不在场并不意味着不知道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金处长，你还真是健忘啊！当时李科长的破译陷入困境，您担心他任务失败连累大家，写了一封假密电交给我，希望能帮李上校渡过难关。不要胡说！李科长可以帮我作证啊。是顾小梦曾经递给我一支假密电，他当时说这是金生活伪造的密电，就用它向森田证明你已经破解了2代恩尼格玛姬。别犹豫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巴卡，你就是用假密电来欺骗大佐和大日本帝国吗？你根本就没有破译2代恩尼格玛姬。当然不是，李科长根本没有接那封假密电，是我担心金处长干扰他的工作，所以就谎称他接收了那封假密电。直到他真的破解了2代恩尼格玛姬，我才将那封假密电交还给金处长。您交给我的那封假密电一直在我身上。你说他真的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破解了德国人的2代密码机？当时吴大队和白秘书也都在现场啊。天才，万里挑一的天才，她居然还是个女人。金处长也是天才，猜测人心的天才。您的这封假密电和李科长破译出来的真密电8、9不离10。撒谎！密封的火器还在，他根本没有接这封假密电，他是凭借自己的力量，真的破解了2代恩尼格玛姬。我没有，当时就是我们4个，一个都不少。所以，就算金处长和吴大队长不在现场，可是密电的内容也都是知道的。哦，吴大队长，您这个人从来不会说谎，就请您和少佐说说，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吴大队长，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是真的。不管您愿不愿意，您都得救他。是吗？别忘了，吴大队长为了他才肯拼命。
他不走，没人走得成。那封密电的内容，我也知道。白秘书，当真如此吗？现在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否认的话，似乎也没什么意义啊。这众人的谎言，就是世间的真理。好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留下来继续陪着你们受审。郭小鹏，我多次不遗余力，试图救你，你倒也是不遗余力的多次想害我金某。金处长，是您说的，机要处要精诚一致，同生共死。您要是把我活着救出去，家父有求必应。少佐，我看这件事情不必再查了。据我所知，这整条船上只有金教授吃这样的补品，就跟我金某抽雪茄一样。就算这药盒是我用的，我的药盒用完就扔，这船上任何人捡到都可以栽赃给我。一个两个是随手栽赃，可10几个呢？少佐不是说了吗？现在海面上指不定还有多少个同样的药盒，没有哪个间谍会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捡您的药盒留待栽赃吧？对了。吴大队长，我们上船的时候，行李都是你带兵搜查的，应该有记录，金教授带了多少盒人丹上船吧24盒，正好2打。24盒，金教授，您带那么多人丹上着船，原来有此妙用啊！荒唐！就算我是间谍，我也不会蠢到用自己的东西传递情报吧？不是愚蠢，而是绝望。无计可施，只能铤而走险。你什么意思？方才少佐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：窃密，闯进机电室杀人，偷发电报，再到今天冒险刺杀大佐。你费尽心机，尝试了一次又一次，都无法顺利传递情报。到最后，你就只能用这个近乎愚蠢的办法了。污蔑！你在污蔑我！三井少佐，他在撒谎，在诬陷，你一定要杀了他！我一直奇怪，你为什么总是要处处逼迫我、陷害我？真的只是因为嫉妒我吗？直到我看到这个铁盒，我才断定。原来你根本不是在逼我，而是在催我、利用我。从接受2代机的任务一开始，你就要求我共享所有破解的信息。时间紧迫，生死攸关啊！不如先由2位把初代机的转子、结构图还有密钥原理都详细整理出来，交给我们测算破解。谁先推演出2代机的构造原理，谁先改装。从那一刻起，你就明白，自己根本没有可能破解2代机，而唯一有可能破解的我，又不肯跟你分享成果，所以你才要窃取我的验算稿纸，你要随时掌握我的破解进展。通过分析我的验算结果，你发现我接近破解成功。这时，你又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：一旦我改装2代机成功，独自破解出那张德军密电，大佐是一定会封锁消息的，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得到密电的内容，所以你必须诬陷我。你凭什么能断言呢？就凭他不肯分享密钥信息，还恶意排斥别的专家参与破解工作，我敢断言，他根本不想破解2代机，而是假道伐国，
窃取军部密码机的机密。只要森田大佐对我产生怀疑，你就有了跟我当面对质的机会。而我为了自证清白，很有可能在你面前当场验证二代机，破译密电。慢，破解辛苦，验证这样的琐事儿，就由我代劳吧。你根本不是对我个人抱有敌意，而是为了完成任务必须置我于死地，才有可能拿到你想要的情报，才能找到情报泄露后的替罪羊。你这才是彻头彻尾的污蔑！三井少佐，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样，也是在昨天下午才知道破译后的密电内容啊！我怎么可能未卜先知？从一开始就精心准备，要盗取情报。未卜先知，对于一个职业间谍来说并不难啊。金处长，不也是未卜先知吗？不是破译，是猜出来的。金处长也是天才，猜测人心的天才。雕虫小技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金某人尚可如此，那金教授更是不难。众口一词的污蔑，三井少佐，不要相信他们。对了，我没有机会，我做不了。当时我是跟您、跟森田大佐在一起啊，根本没有杀人发报的机会。你杀得了？苏联格别乌出身的顶尖间谍，一定受过专业的暗杀训练。金教授，您就别再谦虚了。这话你最好有证据。从民国11年开始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扶植和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，就责成格别乌实施一项红府计划，分批派出间谍渗透到各国的驻华机构中，专门搜集所有和苏共、中共有关的军政情报。金教授，您的妻子是个白俄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金教授大概还不清楚，这位白秘书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库，上至汪主席的9族5福，下至机关勤务兵的老婆孩子、三姑六婆、鸡毛蒜皮，这人事档案里有的没有的，全在白秘书的肚子里。本次业务研讨会之前，所有参会人员的名单早就发至各部司令的办公室。白秘书对各位专家的身份背景做一番调查研究，这不奇怪吧？就算他说的是真的，我的妻子是白俄，那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斯大林的间谍啊。您的履历上是这样写的：民国15年，经人资助，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绘图学；民国19年，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修数学。在这期间，您结了婚，妻子身份不明。您结识了爱国社的创立者盐田爱之助，并经过他攀上了川岛芳子。学成后，您一个人回国，在川岛芳子的推荐下，进入了满洲国保安局第5课，直到现在。金教授，您从当年的寒门学子到如今的位高权重，一切好运似乎都是从那个神秘人资助你去日本留学开始的。那您能否告诉少佐，是谁资助了你？我不是在受审，你没有资格质问我。不能说，不会就是格别乌的间谍培养科吧？东方主义，全是污蔑。自从您进入满洲国保安局第5课以后，4年间，居然出现过7次严重嫌疑事件，而且每一次都是和日本军部对中共战略部署有关，包括不久前戴笠派亲信唐贤秋到满洲国秘密和川岛芳子会晤，商讨剿共事项，
都很快被共产党获悉，公之于众。保安局至少有3000多名间谍，第5科就有上百名，那任何人都有嫌疑啊！您的履历上写无子女，可是您长期秘密资助一个俄国教会里的15岁女孩，她不是纯种的俄国人，而是中俄混血，该不会就是您和白俄妻子的女儿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资助你去日本留学的神秘人身份不明，你的白俄妻子下落不明，明明是你的女儿，却要顶着孤儿的名义寄养在教会学校，不敢相认。金教授，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的话，连个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了。你的身上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大秘密，和苏联有关，跟你的间谍身份有关。我断猜测。我断猜测。但是你又无法反驳，不是吗？我有不在场的证据。祭奠室的报员被杀时，我是跟三井少佐、森田大佐一直在一起。三井少佐就是我的证明人。一直在一起，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吗？少佐，请您仔细回忆，祭奠室被闯入的前后时间，金教授是一直在你和大佐身边吗？不，他离开过。他有杀人的时间。少佐，我那是回自己的房间去拿他的稿纸啊！我是害怕被你们发现我藏了他的稿纸。所以你承认了，你一直有意在森田大佐、三井少佐面前诬陷我了。少佐，那份电报是发给他们剿总司令部的，我就算是苏联间谍，也不可能把电报发给他们。你承认那份电报就是你发的？不错，金教授终于招供了。那份电报至于发到什么地方，大佐从未公布过。只有这个偷发电报的人，也就是你，只有你知道这封电报是发往剿总司令部的，对吗？原来写有球状的那封密电是金教授发的。金教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球状？不是我发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啊！而且，我为什么要发给他们剿总司令部？这毫无道理啊！有道理，因为你闯进机电室，杀人发报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传递情报，因为此时我还没有破译出电文。这应该就是你们的紧急条款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可以利用敌方电台给指定的电台发信，你的组织就可以跟踪这条特殊的电报，定位你当前所在的位置。刚才金处长也说过，所有参与者名单都会提前发送给各部门。金教授想必当时就已经把剿总司令部定为了发报对象。这么做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，就是可以把嫌疑人集中在我们5个人身上。一旦等我破解了那条密电，他就马上按照约定的方式把情报传出去。约定方式？哪个职业间谍会这么蠢，在海上用漂流盒传递情报？一时毒药，一时良方。你已经通过那道电报，暴露了船上的位置和信号。你的组织只要继续跟踪船上的电台讯号，就可以轻易地跟踪我们。
到了约定的时间，你就把情报投进水里，他们自然会来打捞。太荒唐！真的有人打捞情报，怎么会不被发现？所以你才要断电，干扰船上的监察系统，然后刺杀大作，吸引大家的注意力。你闭嘴！别动！血口喷人！你血口喷人！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这也是我严密的推理，可您无法反驳，不是吗？你说的这个故事，有一个死时辰，李廷宇。少佐，李廷玉其人极度危险。剩下这些人，他们就占了5个。我无法为自己辩白，但我恳求少佐执行森田大佐生前的命令，释放毒气。剩下这些人，总有一个是窃取情报、杀害大司徒真凶。现在既然黑白颠倒，我宁肯玉石俱焚。少佐明鉴。监圣贤这是明知无法逃脱，要拉我们垫背做报复。少佐参思，如果我们大家都死了，调查档案要怎么写？恐怕会有人说杀人灭口，死无对证了。金圣贤一定是斯大林的间谍，他现在就是想以命换命，为他的组织清除像李上校这样的破译人才。都结束了。彼女連れて行け。早く。哎，少佐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，您不能失信。我没有失信。找到凶手的是李宁玉一个人，他可以活下去。诸位的受训不会取消。我以帝国军人的荣誉保证，你们将和森田大佐一样，受到最体面的葬礼。吴大队长，我可以让一个人活下去。撤収。走。玉姐，转告我父亲，他交代我的事情，我尽力了。我要办的事情也办完。
还有3个小时船就靠岸了。顾上尉，先回房稍作休息。我先去看看玉姐。没想到啊，顾上尉，这才短短几日，你和李上校居然相处得这么好。不应该吗？应该，只不过很难得。哦，对了，你真的认为是金圣贤杀了孙铁吗？我不接受这样的搜查，生死攸关，再大的傲气，也别对着枪口使。情报部要完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这次破译根本不是什么执行军部秘密行动，而是为了协助土肥原大将改变军部角色，巩固与德国的反共盟约，全力对苏采取行动。从东北事变开始，这场战争开始整整10年了。蒋介石败而不倒，中共游而不败，日本的经济快消耗不起了。对于日本帝国来说，只有2个选择：南下，开辟太平洋战场；北上，攻占苏联的西伯利亚腹地。关于对苏德的态度，军部最高层早就分裂了。山本56一派力主南下，而土肥原大将与板垣参谋长等苦心缔造了满洲国。一旦南下开战，苏联一定会趁虚侵占东北。所以，土肥原大将想先斩后奏，配合德军挑衅苏联，胁迫军队不得不对苏开战。这相当于一场政变。你果然是天才，不但懂破译，还懂政治。如果计划成功，日本就会陷入与蒋介石和斯大林的双面作战，这是打不赢的。战事惨败，情报部必然会被追究责任。住嘴！住嘴！少佐，我看得出你是位理智谨慎的人，一定不会赞成那么疯狂的计划。只要让餐厅里的人都活下去，故伎泄密，土肥原大将一定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你是在拯救无数帝国军人的生命，还有情报部。
小萌，你太聪明，又太不聪明。女人呐，我们的手啊，比真菩萨的手还要干净。手上沾血的是他金圣贤。听顾小姐说，令尊是苏杭船王顾明章先生。大佐难道不觉得，此刻提起我的父亲以及家世，并不是对我本人的恭维吗？我很好奇呀，像顾小姐这样优龙的家世，什么样的生活不好求啊？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汪精卫的特务机关，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呢？大佐，您说的话，我是越来越不明白了。军头戴笠锄奸计划，刺杀金生火，你们戴局长没有训导过你吗？当底牌被揭开的时候，就不要再伪装了。你还不承认呐？3个月前，剿总前任司令钱虎义在邱庄被人暗杀了。那可跟我毫无关系啊。好，那就当跟你毫无关系。那金生火呢？他和钱虎义都是头翁的军统骨干，不也列在了戴笠那份锄奸计划的暗杀名单上吗？10年前，还是戴笠王牌间谍的金生火，奉戴笠之命，成功抓捕了中共特务陆逊章，同时还杀了一个叫裘正恩的人。这个人就是裘庄的主人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杀裘正恩，他一定是受戴笠之命。我由裘庄联想到戴笠，再由戴笠想到了锄奸计划，又想到了那份名单上的金生火、钱虎义。这个时候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条船上的间谍到底是谁？大佐，您就凭这些，就推断间谍是我？你一上船，你就给金生火造成了直接的威胁。干什么？想拍什么？军备、布防，还是军事情报？是金处长让我借了相机带上船。大佐，这一定是个误会。不是误会，是金处长你精心筹划的泄密行动。只要你能告诉我发那封裘庄电文的人是谁，我保证让你活着。我没有要告发的人。郭小姐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我的猜测，你不该这么快就承认。东西动！你说的对，跟美女跳舞的代价就是你的命。
此番劫后余生，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有什么话我今某就直说了。电文里裘庄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独独这次看到裘庄二字，就火速派你白秘书上船？吴大队发的电文，这您得问他去。若问他能问得出来，何必等到现在？你负责安保，我相信你应该能够接触到船上的发报系统。我拜托你马上发报，把顾少尉的检讨书发往司令部，让张司令速搬救兵。裘庄，裘庄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呢？这裘庄二字大概就是吴大队长对张司令念的一道紧箍咒。吴大队，吴大队，你饶了我吧！吴大队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您的意思，张司令有什么把柄被吴大队攥在手里？至少他不敢让日本人知道。金处长，你这是在指控张司令对汪主席、对日本人不忠。要害所在未必是忠奸二字。你我虽是军人，但奈何入了官场。这自古宦海险恶，能要人命的不只是投敌叛主。那是什么？世上。金处长，您的话越来越像打禅的了。二位都别装糊涂啊！这上一任长官钱虎义钱司令就死在裘庄里，是被人暗杀的。如果他活不下来的话，你得给我保证，在他临死之前，不能把裘庄的秘密告诉第二个人。简直是无稽之谈。白秘书，我说这番话没有逼你的意思。于兄早你几年入行，这风波险恶我经得多了。有时候你不想下地狱，自有人推你下去。江湖路险，步步见刀见血，有个结盟总比单打独斗的好。就像这回，五人通力合作，见佛杀佛，见鬼斩鬼，有什么过不去的生死劫？喜剧是傻子骗了疯子，悲剧就是疯子骗了傻子。4号一打，万宝路相约2条，家园1板，北角上边2盒，洋酒1瓶。哎，轻点，轻点！这是王尔德亲笔签名的诗集，你这雪茄灰要是磕破了，杀了你都不够赔的。哎，吴大队长，能不能发发善心，管管你这些兵？粗手粗脚的。金处长，开这种会，您还随身带着这些宝贝儿，倘有损失的话，怪得着谁呀？干咱们这一行的，随时都会出生入死，这心头之爱，片刻都不能离身。披肩1条，干草面1瓶。
亏了吧？山中其未散，世间已千年。这传的是反了过来，这人世间的烟火未改，我们倒是死了一回，重新投胎了。要是能重新投胎倒好了，就怕是肉身依旧，再入新罗。都是废话，现在跳下去就是真投胎了。玉姐，药不能多吃啊。李科长，你这是何必？顾上尉，下船之前，我只劝你一句话。从这条船上下来，再进剿总司令部，不是什么死里逃生，也不是什么新罗救我，你只是个从绞架上被赦免的犯人，不知什么时候会再上绞架，到时候就未必会有今天的运气了。所以，你只能相信你自己，也只能依靠你自己，没人会心疼。也别指望什么情分，这样也许还能多活一天。玉姐，我知道了。叫我李上校，这是最后一遍。顾上尉，这本事大的人脾气都怪，别往心里去。顾上尉，你好像忘记了什么。这是重要的情报设备，如果遗失，怕在你们的司令部里交代不过去吧？金处长，如果我现在拿回相机，还会被处分吗？顾少尉真会说笑话。三井少佐归还你的相机，怎么会触犯军规呢？谢谢少佐。马上就要下船了，做个诀别吧。看吧，好好看看，明明是犯人，却当了无辜者的判官，看着自己的牺牲品就要死了，不该得意吗？金教授，我很为你可惜。没什么好可惜的。因为我的今天，就是你的明天。金教授，你我同宗，看在500年前是一家的份上，我想送给金老弟一句话：金风未动禅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可怜可惜，可笑啊！
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不明白？为什么我们都活着，你却要死了？你我同为谍报人员，赖以生存的不是靠什么捕风捉影，更不靠什么破译密码。你我需要破译的是人心。不信你听听，这风声里传的哪是什么密码啊？怎么到处都是血腥味儿？这分明是人命。我输了，我真的输了！我就是个算数的，你们是玩命的，玩命的，玩命的，玩吧！你们玩吧，用不了多久就会玩到你们自己的头上。你传的不是密码，不是命，是你们的血，你们的血！李上校，作为破译专家，你应该清楚，破译的方式有千百种，但最稳妥的保密方式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毁灭。我真心可惜你的才华。森田大佐说的没错，你的头脑价值千钧，所以不要逼我毁了你。希望诸位下船之前都能够明白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欠这条船一个死亡。小梦，还有胶卷吗？还有一卷。少佐，それは。给我拍照，就在这里，马上。小李，何必吃眼前亏呢？这张照片就是向他们宣誓，离开这条船，我李明玉也还活着，不是把死亡寄存在什么地方的行尸走肉。来。张司令之命，迎接金处长一行返家。还能活着听到张司令的口谕，不容易。金处长，您手段天高海阔，嘴上何必如此刻薄呀？好了，你走吧，我送他们回去。是。
再过这条街就是金主任的府上了。绕过去，先送李上校。估计再过几条街就是顾上尉府城了。吴大队，你反正住在司令部，最后就随车回司令部吧。无所谓。金处长，那您怎么回来啊？再绕回来吗？那当然不，顾少尉，我说过要安全把你送到家，说到做到。玉姐，你跟我回家吧。我父亲最欣赏有本事的人，你们俩见面一定可以说上很多话。这条街右拐就是我家了。那我跟你回家吧，我陪你回家聊聊天。家里有人，没法接待。我不用接待的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在这里停下就好。玉姐，等照片洗好了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谢谢。吴大队，走吧。上车吧，小孟。吴大队有药物。下雨了，那吴大队站那儿，不是要淋个透心凉吗？淋个透心凉就对了。吴大队心里的炭火烧得太旺，是该凉快凉快了。这下雨天啊，是留客天。秦处长，您这拜访的日子选得真妙。哪有你白秘书心细呀？我看你箱子里那些丝袜、香烟。都是带给张司令邢夫人的吧？啊，面面俱到，难怪张司令把你当儿子疼。我们只是小人物，只能靠小道而行，不像金处长，烧高香，拜大佛。好好开车。刘妈。晚饭准备好了吗？哎呦，我不知道太太回来，就剩下1碗米和一头萝卜汤了。之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先生越是一个人在家里，伙食越是要在意。你出去买份小排骨，再加一份清炖莲藕，别忘了帮我带份报纸。哦，太太，怎么了？自从您走了以后，先生就没有给过我买菜的钱，都是我自己拿工钱垫上的。刘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我待会儿把生活费都给你，你就多担待了。好，那我去买。
看您的样子，今天是铁了心的要见我父亲。可有时候啊，越是真佛，越像阎王。不怕，我说过要送你回家的。好，那里面请吧。小梦回来了，先生您好。你好，这位是夫人。这是爸爸的管家 Miss 赵。这位是金处长。啊，唐突了，唐突了。您里边请吧。爸爸呢？先生正在书房用早餐呢。替换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卧室。啊，小梦，顾会长这个时间……金处长，您看的是中国时间，爸爸早在20年前看的就不是中国时间了。啊，那您自便，我去就来。金处长，您坐一会儿。先生，小梦回来了。有一位姓金的处长送他一起回来的。啊。是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的概念模型，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德维希的作品。没想到顾会长还喜好建筑。我说过，我父亲欣赏各个行业最杰出者。实际上，他已经请路德维希先生设计他在德国新买的乡间别墅了。莫奈的睡莲，当今物资如此匮乏，像这样进口的印花泥整整2幅，色彩图案又不是凡品。金处长，您真是天然的鉴赏家呀！只可惜，南京这些大人物家里，是再也不敢挂这些又厚又长的落地窗帘了。怎么，怕被汪主席查贪污啊？怕暗杀。像这么厚、这么长的落地窗帘，里边足够藏2个军统锄奸团的杀手了。哼，世事艰难，保命要紧。小孟，劝劝你父亲。至今为止，汪主席被锄奸团暗杀了13次，周部长被暗杀过7次。我这个全国头号的经济汉奸，如果不被暗杀几次，那不太不叫人放心了，啊！
久仰顾会长大名，金某今日特来拜访，绝无冒犯之意，绝无。同道中人，不必多心。不知金处长今日光临，倒是我招待不周。哦，不敢。金某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如果不是沾了贵千金的光，像我这个等级的军官，是做不到顾会长的客厅里的。爸爸，金处长的意思是，在密码船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啊，不好意思。郭会长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啊，金处长误会了，顾某对您的救命之恩，并不吃惊，不是不领情，而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。请坐。我这个女儿啊，人是不笨，就是感情动得比脑子快，人动得比情势急，莽撞如此，实在不该踏入贵行。可是从小到大，只要是他想做的，我不管，也管不了。顾会长此言，恕金某不敢苟同。郭会长这是何意？啊，刚才我在《泰晤士报》上看到一条新闻，瑞典的铁矿石10日之内价格暴涨了30%。请顾会长赐教。德国没有优质的铁矿石，军工用铁都是来自瑞典。短期抢购这么多的钢铁原料，一定是有更大的战略举动。欧战现在打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有一个地方值得德军做如此准备。苏联，一定是苏联。顾会长果然料事如神，这次我们在密码船上就……一旦开战，大国之内就只有美国还幸免于战。我相信这条新闻一经国际投机家们的分析，那2日之内，大批的游资就会涌入华尔街，美元的汇率必然大涨。您是什么意思？哈哈，现在是晚上8点多，再过几个小时，华尔街就开始交易了。多了不敢说，3、5千美元是有的赚的。只听小孟说，顾会长过的不是中国时间，现在我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医生眼中，时间就是生命；商人眼中，时间就是金钱；而在汪主席和周部长眼中，时间就是一场战争的胜败，一个国家的生死。东京的时间比南京早了整整1个小时，只怕就是这1个小时，我们要用尽2代人才能追得上。知我者为我心忧。顾会长忧国忧民至此，是不是心太累了？一点福才，只是略表谢意。金处长志大才高，金袍未展，我都不平。哦，不敢不敢。君子立人，惠而不费。刚才说的那点投资消息，国府军中的高层应该还无人知道。我明白，明白。郭会长，金某生性怪癖，这平生感佩之人甚少。
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多谢顾会长。时间宝贵，不多谈了。小孟说，金处长好雅物，这本由托尔斯泰亲笔签名的《空王观》，做个纪念吧。